你敢信吗？一个《纽约时报》大记者居然干起了网暴的勾当。为了讨好美国主子啊，他竟然把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家庭住址直接挂在了报纸上，逼得人家连夜逃回大使馆才捡回一条命。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呢，叫袁丽。你绝对想象不到，她竟然是咱们国家公费培养出来的北大学霸。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良心的泯灭呢？这个事儿吧，发生在1月13号，美国的《纽约时报》上登了这么一篇文章。那作者呢，正是这位袁丽袁大记者。这篇文章嘛，他写的是劳 A 说的斩杀线。这位袁大记者呢，那个嗅觉是真灵敏逮谁咬谁。他一看这个题目眼睛这就亮了呀！哎呦喂，这不就是我也想找的把柄吗？这不就是能给美国主子拿的投名状吗？于是乎，他大笔一挥把这个劳 A 给歪曲成了官方的宣传武器。不仅如此最突破底线的事儿来了，他在这个文章里竟然直接把劳 A 的真实姓名、现在的家庭住址、就读的学校院系全都给挂出来了呀！各位，这叫什么？这叫人肉搜索呀！这在咱们这儿叫网暴，在美国那儿叫侵犯隐私。更何况现在的美国是个什么环境你得知道，现在美国那边是谈中色变，那个什么 ICE 手里面攥着巨额经费正愁抓不到人凑业绩呢。他们现在呢，每天要拘押那么多人连这个军事基地都要腾出来关人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袁丽把劳 A 的详细信息往这个《纽约时报》上一挂，这就跟把一只小白兔扔进了狼群里有什么区别这就跟指着这个劳 A 的鼻子跟那帮美国特务喊快来抓人这儿有个目标有什么区别文章发出来的当天劳 A 就崩了，那手机是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全是这个陌生人的辱骂短信。更恐怖的是到了晚上，劳 A 住的那个公寓门口来了几辆黑漆漆的车。你说面对这种国家机器级别的恐吓，加上这个社会流氓的骚扰，他能不怕吗？最后把这个劳 A 逼得没办法行李都没拿，不是不想带是真的不敢带多耽误1分钟可能就多一分危险。那据后来的知情人透露劳 A 那天直奔中国大使馆才安全的回国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袁丽呢，他正看着自己的文章点击量是蹭蹭的往上涨数着那点稿费心里头指不定多美呢。这个时候吧，你肯定得问了，这个袁丽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咱们国家是不是挖他家祖坟了？他至于这么恨中国吗？嘿，你猜怎么着？这才是最让人心寒的地方。这个袁丽他可不是什么从小受迫害的苦孩子，恰恰相反，他是咱们国家真金白银喂养出来的天之骄子。咱给你扒扒他的老底儿1975年，袁丽出生在宁夏银川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大西北那个地儿民风淳朴呀，父母呢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省吃俭用的供他读书。这袁丽小时候脑子也灵光，那是典型的邻居家孩子，成绩好，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那后来呢，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北大那可是咱们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毕业之后呢，他就顺顺当当的进了新华社，那也是金饭碗里的金饭碗这国家对他是真的重视重点培养把他派到这个什么阿富汗、曼谷这些地方当驻外记者，那可是给履历镀金这到了2002年，国家觉得吧，他是个人才，得再深造深造，于是公费，听清楚了是公费花着咱们纳税人的钱把他送到了这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双硕士学位你琢磨琢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要是没有这个国家的托举他能飞得这么高，能见识到这么广阔的世界结果呢，这简直是为了中山狼到了美国，这个袁丽的膝盖就软了，脊梁骨就断了在那个花花世界里被西方那一套中心主义彻底洗了脑了。他那个什么美国导师估计也是个老狐狸跟他说，你想在西方媒体混出头吗？那就得写中国的问题，
你骂的越狠，我们就越喜欢，给你的钱就越多。这话一听啊，袁立那心里头的贪念和这个虚荣啊，就占了上风。什么家国情怀，什么养育之恩啊，全抛到脑后去了。2004年啊，他硕士一毕业啊，立马就变了脸，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身份，拿着绿卡屁颠儿的跳槽到了《华尔街日报》。从那一刻起啊，他就不再是自己人了，他成了西方反华势力手里的一把枪。这一变脸不要紧啊，这袁立呢是在抹黑祖国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啊，拉都拉不住。你还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吗？那是咱们国人的国殇啊。那个时候举国上下那都是众志成城啊，解放军啊那是拿命在救人，老百姓啊那是排着队的献血。咱们看着电视里的废墟啊，谁不是眼泪哗哗的？这个时候袁立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干了什么？他不去报道那些感人的救援，不去报道生命的奇迹，他拿着放大镜啊，在那废墟里找茬。他造谣说物资有问题，说这不行那不行的。在这个大灾大难面前啊，他想的不是救人，是吃人血馒头。再后来呢，温州动车事故啊，那是悲剧啊，咱们国家痛定思痛啊，大力整改。那后来呢，咱们的高铁技术啊，那也是全世界第一，连老外来了那都得竖起大拇指。可是袁立呢，他歪曲事实啊，说中国高铁呢是面子工程，是一堆废铁。最可笑的是什么呢？兰州到银川的高铁开通了，大大缩短了通勤时间，老百姓都说好啊，他非得睁着眼睛说瞎话，故意忽略提速的事实，硬说还得坐9个小时，这不是瞎吗？这不是坏吗？到了2018年，他跳槽到了《纽约时报》，那更是变本加厉啊，彻底疯了。疫情那几年啊，咱们老百姓有多难啊，我们自己知道。咱们是为了家里老人的命啊，是为了不让医疗系统击穿。到了袁立嘴里啊，他故意偷换概念啊，把咱们这种科学的防疫啊，描绘成一种偏执的政治运动。最让我来气的是啊，他居然用了个词儿叫平庸之恶。这个词是啥意思啊？懂的都懂哦。袁立把这个词扣在谁头上？扣在了咱们那些带着红袖箍的大妈头上，扣在了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头上，扣在了送菜的快递小哥头上。我就想问问袁立啊，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呀？那些人是在守护生命，是在保护咱们的家园，在你嘴里啊，他们成了啥？成了帮凶。坐在美国办公室里吹着空调，敲着键盘，不仅不帮忙，还往他们身上泼脏水。你晚上睡觉就不怕做噩梦吗？还有那个什么中国人学英语的文章，他说中国减少英语在考试里的比重呢是开倒车，说中国的一切成就啊都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的启蒙。哎呦喂，听听这话啊，那股子奴才味儿隔着太平洋都能闻见。合着咱们中国人呢5000年的智慧都没用，非得靠杨大人的点拨才能活。合着咱们没学英语之前还在树上当猴子呢。这就叫典型的皈依者狂热。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宗的美国人，必须比美国人还要恨中国，必须把这个中国呢踩在泥里才能换来主子一句 good job。可是老话怎么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亲性命。袁立以为自己卖主求荣，就能在这个美国混得风生水起，就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可是实际上呢，在人家眼里他就是个小丑，是个工具人，是个用完了就可以扔掉的抹布。你看他这次曝光老魏的事这《纽约时报》自己的采编规范里写的明明白白，要保护保密性，尊重个人隐私。美国人平时最讲究这个了，可是为什么袁立这篇严重侵犯隐私的文章能发出来还能被大力推广？这就叫双重标准对于美国人呢，那是隐私；对于中国人，那就是情报。袁立就是那个负责递刀子的。他以为吧，这是《纽约时报》器重他，错喽。这是因为这种脏活累活白人记者不愿意干，怕脏了自己的手。那正好呢，让这个基于表忠心的华裔去干。而且
据这个小道消息啊，到了2024年那会儿啊，连这个西方媒体内部啊都开始嫌弃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编得太离谱了呀，10多篇稿子被退稿。这西方人虽然反华，但得讲究个可信度吧。袁立这个报道啊，那是张嘴就来啊，全凭臆想。今天说中国崩溃了，明天说中国饿殍遍野了，结果老外来中国一看，好家伙，灯红酒绿，高铁飞驰，满大街都是电动车，手机支付比美国还方便。那这个时候呢，老外看袁立的眼神也变了，合着你忽悠我们呢？你的情报不准呀？所以呢，现在的袁立啊，那是真的惨。在中国人这边呢，他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写在耻辱柱上的汉奸。在美国人那边呢，他是个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骗子，是个为了流量没有底线的疯婆子。这就叫想当美国人的狗，结果被美国人嫌弃，叫声太难听。那想回中国当人，对不起，这边的门早就焊死了。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袁立这半辈子，从这个宁夏的小姑娘到这个北大的高材生，再到新华社的记者，这本该是一条多么光明的金光大道啊！他本可以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本可以成为受人尊重的记者，可是他偏偏选了一条最被人不齿的路啊！他把国家的培养当成了跳板，把同胞的信任当成了筹码，把自己的良知啊当成了投名状。他可能觉得吧，自己拿了绿卡就是成功了呀，但是在我看来哦，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根都不要了，连生养自己的土地都要唾弃，那他就像那水里的浮萍，风一吹就散了，没地儿落脚。咱们再看啊，那位被他害得差点回不了国的老 A， 虽然受了点惊吓，但是他回到了祖国呀。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会半夜敲他的门，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学问，吃一碗热乎乎的炸酱面，睡一个踏踏实实的安稳觉，这就是区别啊！各位，这个事儿吧，给咱们提了个醒。咱们生在红旗下啊，长在春风里啊，可能平时觉得吧，这就跟空气一样，没啥稀奇的。但是你要是真到了外面，真遇到了事儿，你就明白喽。只有这面5星红旗啊，才是你最硬的后台。只有这片土地才是你永远的家。那至于像袁立这样的跳梁小丑啊，咱们也不用太生气。哎，这种人吧，历史上多了去了，哪个有好下场？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这个袁立的事呢，咱们就当个笑话听。听完了，该干嘛干嘛去。咱们的日子还得过得红红火火，气死那帮看不得咱们好的白眼狼。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